OK， 各位觀眾，又到了這個每年一度的這個報稅季，今年還被追討了網紅稅，非常的難過。那我們找了這個省錢系列，我們全家的恆寶有4樣是跟我們大埔鐵板燒聯名的，跟我們 Seven 的重量級系列。那因為重量級有這個蠻多商品的，那我們就挑其中幾樣，就是大家討論比較多的，或者是比較新鮮的哦。因為有一些就只是分量加大這樣子。OK，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。我們先幫大家開箱全家系列大埔鐵板燒聯名。我們先幫大家開箱這個鐵板炒麵麵包，這個看起來很像是把鐵板炒麵塞進大亨堡裡面，它還可以順便出貨一批滯銷的大亨堡麵包。哇，老實說，沒有看起來這麼不堪，還蠻好吃的。有大埔味嗎？算吧，因為它其實它最主要的味道是那個黑胡椒炒豆芽的味道，但是比我印象中的大埔感覺上是再鹹了不少。它那個一開始咬下去，真的是爆鹹。但不得不說，這豆芽炒的算蠻好吃的，蠻有大埔的還原度，剩下的就還好。尤其那個炒麵加在裡面，可能是為了要填分量，因為炒麵我覺得其實加分不多。然後那個豬肉就是一般般，就是吃得出來有豬肉味。我們再來幫大家吃一下這個包手卷，這個東西看起來正常蠻多的，就是這個牛肉看起來也蠻正常的。裡面料有什麼也是一樣嗎？有點像高麗菜豆芽配那個牛肉，這個感覺味道蠻不錯的。它這個比較沒有那麼鹹。然後外面有一層那個海苔，多一份那個海苔味，包手卷裡面也蠻加分的。唯一可惜的一點就是牛肉的肉味比較少。65，我覺得這個卷還蠻大卷。這兩個相較於這個我比較喜歡，有點做得像壽司那種。那海苔的味道反而蠻加分的，我覺得。本期影片由乾爹 Raid Shadow Legends 贊助，突襲暗影傳說已經7周年啦。Raid Shadow Legends 是一款免費的回合制 RPG， 相信大家沒玩過都一定聽過，手機、電腦都能玩。現在7周年活動是新玩家入坑的好時機，新模式、新手獎勵，讓你無敵開局。新的 Life Arena 是好友對戰模式，可以跟朋友頂上戰爭，正面對決。馬上用上面的 QR code 下載遊戲，就可以拿到新手大禮包，裡面有3名史詩英雄和1名傳說英雄。傳說英雄不夠嗎？現在輸入兌換碼再送你1隻，10隻傳說英雄隨便你挑。選擇困難症的可以跟我一樣換大像素帕德萊格，推 PVE， 推地城，推各種模式都超穩。新賬號有它基本上直接起飛，完全是核心角。現在只要輸入 WRATH 就可以直接拿得到。突襲暗影傳說不是那種按一按就結束的遊戲，你英雄怎麼搭，技能怎麼配，隊伍怎麼組，都有不一樣的策略 strategy you know。講了那麼多，你還不趕快下載突襲暗影傳說，領取你的新手大禮包，一起加入戰鬥的行列。好，那我們接下來幫大家開箱。那這個炒麵它主打的就是菜很多，然後跟這個爆炒什麼雞丁飯，因為我記得大埔沒有這樣東西。那我們一樣倒吃甘蔗，我們先把這個有肉的先留着，我們先吃這個沒有肉的。我看一下有什麼炒麵、高麗菜、豆芽菜没了。那量上面是真的？我覺得不買剛剛的麵包。剛剛麵包也是炒麵啊，還有肉，這個連肉都沒有，還比較便宜，對吧？這99裡面1塊肉都沒有，我覺得燒錢這個太誇張了一點。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。調味有到，但是整體口感沒有，因為它感覺比較健康一點。正常來說，我去吃大埔，就是它那個豆芽菜跟高麗菜，它不是可以跟一個錫箔紙嘛，下面其實都是油，但這個感覺有點不夠油，不夠爽，偏清淡。味道上是有到，因為它可能有加一些醋什麼的吧，就是黑胡椒味跟那個酸酸的味道都蠻到位的，但是油量感覺不是很夠。我比較好奇的點是，最近有人吃過大埔嗎？大埔有炒麵這個東西嗎？那我看你在想這件事情。那炒麵的味道感覺就是用這個炒菜的醬下去也是炒一炒，但這個味道比較重一點，就是它的菜沒什麼味道，可是麵偏鹹一點。這整體上來說味道還行，但原則上我是不會去買，因為一個99，然後連肉都沒有，隨便去買個什麼咖喱飯也不用99，然後裡面還有至少還有肉可以吃。OK，大家我們吃這個爆炒雞丁，那個師傅上面有寫全高小辣。以我開箱過全家的微波食品來說，它的分量其實都是我覺得有點偏少。這個至少口味上來說還不錯，雞肉也蠻好吃的，然後醬的味道也夠。我不知道為什麼啊，它這個微波食品的菜都有點偏淡，但是因為反正它這個肉有味道嘛，菜有點像是一個搭配，所以有點酸，然後辣的，也蠻開胃的，所以我覺得這一道口味上來說還不錯。假設以這個吃下來的感覺的話，
其實我有點不太懂聯名的意義在什麼地方。大埔也蠻多家的，對於方便度來說，好像不需要它。就是我直接去吃大埔，感覺分量還比這個多。我覺得你真的要說分量多，我也感受不出來。它是什麼很飽嘛？我覺得這吃完也不會很飽，有點微詐騙路線。我覺得這4樣來說，我覺得剛剛那個飯卷，我覺得它算蠻有誠意，有肉有菜，然後飯，我覺得算是比這個划算。要吃飽應該吃那麵包的吧？畢竟雙澱粉。所以這2個就是非常的不理解，但味道上還可以啦。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嘗試看看。那我們這個全家最後一樣，整條德式香腸意大利麵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先細算一下，因為我記得去便利商店1條德式香，他們是有賣那個德式香腸。你喜歡吃什麼？因為他們是有賣德式香腸，我蠻久以前有吃過，好像是49吧，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漲價。那這個麵就值50塊。它的德式香腸還行的，有點像是清炒，然後它有加蒜嘛，然後跟這個辣椒感覺有炒在一起，所以這個味道感覺是還行。但這次的問題在於說，我感覺它的分量還是怪怪的。它麵是很多，就是你是吃得飽，它只有1條香腸加一些這種麵，然後一些碎碎的培根，我覺得不夠好，但我可以接受。好，那我們開箱完全家之後呢，我們現在來開箱這個 Seven 的重量級系列。這個我們先幫大家開箱2個漢堡，雙層豬肉吉士蛋堡跟這個勁辣雞腿堡。那所以聽名字就可以知道，跟某一間很像。好，我們先來吃吃看，這個樣子長得也很像。你不覺得這個賣相還蠻好的嗎？但我只能說，我常去吃那個麥當勞的，麥當勞都做的不怎麼好吃。哦，它有那個 Simple Fit 哦。那什麼東西？我記得就代表說它是比較健康的。那更完蛋了。裡面有一個蛋，1片起司，然後2片豬肉。我不能說高仿，豬肉片的味道不太一樣，口感跟味道上算蠻像，仿得不錯，仿得不錯。OK， 再來是這個勁辣雞腿堡，這個賣相上先贏一半，因為麥當勞的雞腿排沒有那麼大。照理看一下，它好像沒有什麼配菜。你也不需要那些生菜，換那些生菜，你寧可雞排大一點。這個就比較偏一般，因為它這個是炸雞嘛，炸雞有時候你用微波的跟這個油炸的口感上還是有點差距，感覺是沒辦法追到的。這個可能是那個夜市賣的，一眼就看得出來是仿的。味道上呢，就是那我觉得還可以。有些人喜歡吃這種炸的無骨雞腿，就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吃麥當勞的話，你要在這個便利商店買一個這個類似過癮的話，還是可以的。口感上比較差一點，因為它沒有現炸，比如可能皮是有點軟，然後再加上它裡面的口感會有點像那種紐奧良雞腿，它裡面你不會感覺它是炸過。那我有個問題，那以報稅的人來講，早餐吃這樣會不會太奢侈？那要看你報多少啊，對不對？假設1個月吃飯6000，一天200，好像也可以耶。為什麼我們抓一個月6000吃飯，一天還有200？怎麼想想好像吃這個還可以？還是我們下一集就盤你一天只能吃200塊，你吃1個月？哦，你不講話是這樣？我在想要吃什麼？沒有，因為我跟你講，現在這個年頭是這樣子。這一集的計劃可以跟那個身體數據一起拍成一集，一天只吃200，你撐過去1個月以後，你覺得也不怎麼樣。然後你去健康檢查的時候，3高啊，然後什麼全部都上升了。一天吃200，那預算雖然不是不能，可是就是你要用很多澱粉或者是比較不營養的東西去墊。OK， 那下一個是這個討論度很高的這個太師傅的大雞排，看起來是真的蠻大的。然後這一片如果買2送1，只要這個66塊一片，這個外觀上已經是完全沒有問題。原則上應該是，不會只是怎樣，算是一般的那種大雞排，臉大，應該差不多啦。如果是好吃的雞排店，準備倒閉。有點難咬的。它那個肉是黏住的，這是宣布雞排店老闆可以不用擔心了，因為它跟一般的雞排是有差，皮比較偏軟，不是那種比較酥脆的皮，肉也是比較微乾一點，沒有那種現炸的汁水，真的在吃那種雞胸肉的感覺。那我比如說，假設如果你是要吃飽的這個角度來吃的話，這應該是今天算 CP 值應該最高的。我們開始進入這個微波便當環節，重量級的珍寶炸豬排炒飯，它號稱是有半台斤的炒飯。它的豬排蠻不錯的，我剛剛有咬到那個比較 Q 的那種肉的部位，所以代表它這個豬排用的肉應該還是不錯的，那肉味還蠻香的。
炒飯其實味道上還行，蔥香配點蛋香，沒有很鹹。它可能就是這個微波食品的原罪，飯會粘在一起啊，然後有點像那種鍋巴那種感覺，就粘在一起硬硬的。但是我覺得味道上來說，這個還行。如果大家真的沒錢的話，然後又要買這個系列的話，這個也算是一個，就是有口感，然後有肉味，然後也不會太油。OK， 那我們再開箱下一道。OK， 那我們接下來開箱2款呢，也是有他們的特色，他們是屬於雙拼款，一個是這個雙醬意大利麵，這應該是青醬跟紅醬。然後我們先把意式的解決掉，這應該也是它德式香腸。這個不知道為什麼便利商店都很喜歡德式香腸，應該是微波之後德式香腸不會。你家全部混在一起了。不是，它怎麼有面是跨越2邊的？那德式香肠應該是用微波的比較不会变，味道不會变掉。還不錯，醬上有點可惜，青醬味不夠重，紅醬不夠酸，紅醬太甜，我覺得應該是番茄醬加太多了。分量反正他們2家現在的主打就是你繳完稅沒錢嘛，我就用澱粉轟炸你。反正你現在的要求就是能吃飽就好嘛，啊，我就是澱粉塞到飽。分量上我覺得是蠻夠，因為以前我看我開箱那種意大利麵都是小小一坨，可能2、3口就沒了。他現在那麵都是一整坨，2間都是一整坨，就是它只有4片德式香腸，可是它的麵可能是你要2根才能配完的那種量，就是你一下就把香腸配完，然後你就只能一直吃。一直瘋狂吸那個含醬的麵那樣，然後呢，這個是雙拼米粉，一個是米糕，那看起來是中式比較好一點，因為中式就是它可能也不太需要主餐，就是這個炒米粉，然後跟米糕，而有蝦米味哦，還可以啊，跟那種外面現煮的差距就是米粉可能比較軟一點，它可能有那個把微波的蒸汽把它泡軟，它好像有點辣醬還是怎麼樣，鹹鹹辣辣，但我覺得有點太鹹。先入個口 ，OK， 再來我們吃吃看這個米糕，米糕感覺也是適合的，因為我們剛剛米糕就有點類似剛剛那個炒飯的概念，就是炒飯它會變得黏黏的，可是米糕反正它本來就是黏的。米糕口感上還行，味道我覺得不太行，它沒有那個外面那種米糕的香味，它的米又比較沒味道一點，它上面的那個肉燥其實是很鹹的，你有沾到那個肉燥醬的那個地方是太鹹。然後沒有肉燥的地方太淡，我知道沒味道。我這樣吃下去完全不知道它是肉鬆還是什麼旗魚鬆什麼，淡，而且單吃味道還蠻夠的。款都89塊，你覺得？價錢上是沒什麼問題啦。以這個麵來說，它麵其實給蠻多的，以一個微波食品上味道上還不錯。好，那我們這個5月的這個大分量抗這個繳稅季的荷包縮水，我開箱這麼多聯名款，要嘛特別的驚豔，要麼特別的這個問號。像這一集這個大埔的，我就覺得很問號。第一個是大埔，台灣也蠻多店，就直接去大埔鐵板燒吃，感覺就是還比較好吃什麼的。就如果這4樣推薦一樣的話，我會推薦那個包手卷，我覺得還行的這個啦，這個雞腿跟這個雞排，我覺得都還行。就是你雖然說跟現炸的確實有落差，但如果假設你今天是以一個方便取向的話，這2個至少。CP 值有到，然後你也是吞得下去。這個豬排炒飯，我覺得它的炒飯就是以微波食品來說可以接受啦。炸豬排雖然少，就是它的豬排是有味道，然後是我覺得還不錯吃。然後這個雙醬意大利麵，如果有些可能就想吃比較西式口味，想吃個意大利麵的話，這個雙醬也還行。就大概這幾款，推薦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。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。謝謝大家收看，那我們有機會再幫大家開箱一些大家平常吃的這個便利商店的商品，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